输了。保护将军！保护将军！保护将军！我义律从不趁人之危。今日你有伤在身，放你马。他日战场相见，必取你性命。慢点，将军。啊，将军伤得这么重，突遭匈奴大将义律，两人执意决斗，谁知牵动了将军的旧伤。啊，快卸甲疗伤吧。别动！哎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呢？下手那么重！你再说一次！将军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进针的时候，用左手固定，然后用右手这样将针刺入，就像我这样。夫人，常山西侯的妹妹阿依腊求见。她怎么来了？不会是又问咱们要什么名贵的药材进贡给太后吧？就算是，那也不能避之不见呀。好人都让她做。好了，别那么小气啊！快让她进来吧。阿依腊，快来。拜见右夫人。坐下。怎么，右夫人病了？啊。阿彩姑娘是怕我把右夫人偷学针灸的事儿说出去吧？你真是个小机灵鬼，骗不了你啊！我知道右夫人一定是想偷偷的给太后一个惊喜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那你发誓？发誓。这姑娘年纪轻轻的，还知道汉医的针灸。我是跟熹君公主学的。你见过熹君公主？我还问她借了好多汉书呢，可惜还有好几本没有看完，她就走了。她还送了我一幅字，是她自己写的《悲愁歌》。悲愁歌，你记得歌词吗？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穷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烙为浆。居长土司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好凄凉。右夫人可千万别说出去，我怕被昆明知道了会不高兴。昆明不知道他的女人内心很愁苦吗？我觉得吧，他就算是知道，也会装作不知道。你平时也看汉书吗？我还偷偷学过汉医。我以前用汉医治好过母亲的风寒。若是乌孙多些像这样的姑娘就好了。是啊，要是你哥哥也像你这样，就可以劝一劝太后了。我哥哥啊，其实吧，我哥哥没他们说的那么差。他们是谁？就是小苍狼他们。看来阿依腊是一个帮哥哥的好妹妹。才不是呢，我就每天不气他一下，就好像一天没过完似的。
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啊？你不说我都给忘了。跟我来，哎，咱们也去吧。你看，啊，西极马，喜欢吗？我养的西极马。喜欢。天马来西从西极，经万里溪归有德。皇上作诗赞美的就是这西极马。送你了。送给我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怎么好意思啊？因为你当时把珍贵的药材送给我了呀，免了我被哥哥责罚。当时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，回去想了想，觉得送给你我们乌孙的西极马最合适了。你这小丫头心思真是细密，谢谢你，我收下了。阿才、易硕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带他熟悉一下我的宫殿。真是匹好马。他这是哪儿学的功夫啊？皇上教的。你们大汉的皇上还有这本事？走吧，驾！哎，冯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大事了吗？左夫人在宫里四处散布谣言，说你让汉医给太后治病是想借机毒害她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刚才送医料的时候听他们议论的，所以赶紧过来告诉你。昆明应该不会相信的。昆明有令，从今日起，右夫人搬出寝宫，住木塔长道。木塔长道？木塔长道在哪儿啊？在都城北山后面。都城的北山，冷宫。华殿上，怎么了？公主出事了。什么？阿才，你看这天是不是要下雨啊？看来我们是躲不过这场雨了。这乌孙的雨季果然是来了。独孤这招实在是太恶毒了。这女人真是可恶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公主这次趟的是浑水，跟昆明肯定解释不清，看来只能依靠大汉来威慑昆明了。可是昆明最恨的就是被要挟，这么做合适吗？公主即将人头落地，救人要紧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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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忧叩见昆明。知道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吧？知道，因为昆明听信了谗言，以为我要杀太后。太医说，太后是因为服用了阿依腊进贡来的温补药材才会发病。阿依腊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她从不会撒谎。她说这些药材是你给的，是事实吗？是事实。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的药材原本是没有问题的，也许太后在服用药材的时候，同时进补了一些相冲的药材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是怀疑太后用了20-30年的太医有问题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乌孙虽小，但赏罚分明，尤其是后宫，更加严苛。如果解忧有意而为之，我甘愿受罚。可是此事蹊跷，
还望昆明明察秋毫。不用查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太后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就是弑母之罪，到时候就要把你斩首示众，以儆后人。自己在这儿好好反省吧。明明就不是我做的，查都不用查，就给我定罪了。解忧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等死。小小乌孙，成婚不到1月，就把大汉公主打入冷宫，岂有此理！传我的命令，整兵3万，挺进玉门关。 随时待战，以防公主不测。大人，此事要不要先上奏皇上？我会找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上奏皇上。诺。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啊？哎呦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？烦死了！怎么？才3天你就受不了了？ 你不觉得吗？这儿有这儿的清静，只有你会这么想吧？这可是冷宫啊！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呀，只有你和我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且我可以潜心的学习针灸。解忧，冷宫潮湿，把衣服穿上吧。 还是阿彩对我好。你呀，也就是你才能想出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。都怪那个阿依拉，你要是早听我的，就不会到现在这样了。不能怪他，你还帮着他说话。阿彩，看人要看人的好处，要都像你这样的话，还怎么交朋友？以后你还敢相信谁呀？是，就你善良，就你懂得多，吃亏的永远都是你。吃亏是福。右夫人。 右夫人，你还好意思来？我们的药根本就没有问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汤药里动了手脚。右夫人，对不起，右夫人，让您受苦了。没关系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用迷香把门口的守卫给弄晕了，估计他们1个时辰之后才能醒来。我们赶紧逃吧！哎，坐下。我们肯定不能逃。如果这个时候逃走了，岂不是我们承认做错了事情？ 我要昆明自己把我放出去，还要给我道歉。道歉？解忧，你疯了！昆明怎么会跟你道歉呢？没有做错事情就是没有做错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右夫人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有啊有啊，你说。你帮我跟易硕要几本医书过来，好吗？这个简单。还有呢？右夫人，其实我心里愧疚得很。没什么好愧疚的。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好太后的风湿顽疾，让她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，昆明就能信任我了。那右夫人，我现在就去找易硕拿医书。先告退了。你真的相信他会帮咱们吗？ 我宁可相信啊！太后的疼痛减轻些没有？的确是好多了。看来我父王的药确有奇效。不过，御医吩咐此草药的药力很猛，年轻人还可以，像我这年纪，最好不要连服3日。御医说的是。前几日，大渊给我父王进贡了延年益寿的仙草。 我父王让我献给太后，啊，有劳单于还想着我。匈奴乌孙本是一家。太后，昆明来看您了。哦，
让他进来。母后，拜见昆弥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哦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赐座。母后今日气色不错，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疼痛缓解了，睡眠自然就好了点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把右夫人押到木塔长道去了。是，这次孤必须惩罚右夫人，以儆后人。解忧虽然有过失，但也不至于用极刑。惹恼了大汉，对我乌孙并无好处，莫要自找麻烦。是。太后宽厚仁爱，虎姑敬佩不已。可是右夫人恃宠而骄，一向轻蔑乌孙，还有谋害太后之嫌。难道太后这都要忍？我身为乌孙皇太后，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，而不能为图一己之快，解一己之恨，谋一己之利，而做出伤害我乌孙百姓的事情。你也要记住这些。你身为左夫人，乃乌孙国母，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。是太后。夫人，夫人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常山拜见左夫人。出去。左夫人，太后不治那个贱人的罪。小侯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小侯认为，左夫人需要再忍耐些时候。你懂什么叫此消彼长吗？再忍下去，我左夫人的名号都要让给他了。小侯明白，但是夫人现在急不得。咱们现在确实拿解忧没办法，咱总不能给太后下毒吧？下毒？好啊。哎，左夫人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！你话一出口已经大逆不道了，怕什么？给太后下毒，栽赃给解忧，太后死，昆明圣怒，必然处死解忧。乌孙国丧，大汉记仇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完美？左夫人，小侯该死，这事儿万万使不得，请左夫人三思啊！起来！成大事者，岂能瞻前顾后？长山，在。你已经下不了船了，该怎么做，自己清楚。你是谁？你不是宫里打杂的宫女吗？从来没有见过你说过话，你是哑巴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西女，西女，细君公主的簪子，是不是你给我的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昆弥驾到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解忧给昆弥请安。乌苏雨季寒冷，怕着凉，保重身体。
谢坤宓关心。这是太后让我给你带的话。谢太后关心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没有了。真没有了？嗯，真的没有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搞成这样？为了能让太后早日摆脱风湿顽疾，我用自己施针，只是为了让太后相信我们大汉的医术，对她的风湿疼痛有疗效。我绝无加害之心，请坤宓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让太后相信我汉医针灸的疗效。我本来是不相信你们大汉的针灸之术的，不过你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解忧给昆弥太后请安。汉仪观一硕给太后昆弥请安。右夫人，今天让你给太后施针，是太后赐给你的天大恩宠，你可知福？解忧知福，所以解忧愿冒死一试，定为太后治好风湿顽疾。快起来吧，站着说话就可以。谢太后。我本不相信大汉的国医，更不信针灸之术，这你可知？解忧知道。可我听昆弥说，你为了让我相信针灸的神奇功效，拿自己试针，我方被感动。多谢昆弥美言。解忧一心想治好太后的顽疾，让太后今后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那我就试试。多谢太后信任，解忧不会让太后失望的。且慢！胡姑叩见太后昆弥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太后。听说今日右夫人要给太后针灸，吓得胡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胡姑，给太后施针的事是我允许的，你突然来是有疑义吗？胡姑不敢，只是心系太后，担心针灸不能治愈太后，反而引来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有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？恕胡姑直言，针灸在匈奴被视为巫术，是父王单于严令禁止的。针灸不是巫术。那右夫人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就证明针灸不是巫术？用我自己啊。云古特夫人求见。今天正好，几位夫人都到齐了，也见证一下大汉神奇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厉害。虽然之前我乌孙并不相信针灸，也有不少人死于针灸，我等视其为巫术，但如今大汉公主远嫁到我乌孙，带来了针灸之术，认定其并非巫术。今天就让我这把老骨头亲自试一试，也算是死前为我乌孙尽一点微薄之力吧。母后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太后万福千安。云谷特来了，快赐座。谢太后。云谷特拜见昆弥。免礼。拜见左夫人、右夫人。姐姐快免礼。快坐吧。你这滑胎刚刚恢复，不要伤了身子。这都是自家人了，不用这么多礼。两位夫人的新婚大典，云谷特由于滑胎休养都没有前去，还望两位夫人恕罪。姐姐这是哪里的话？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客气呢？姐姐身体安康要紧。多谢左夫人。我听闻太后近日旧疾复发，已经卧床多日了。云谷特由于滑胎之事，身体欠安，所以也不敢前来打扰。姐姐不必自责，太后宽厚仁爱，怎么会怪罪你呢？倒是姐姐要多注意身体，以后要是再滑胎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听我说，左夫人是匈奴人，话说的直，不太中听，但是也不一定没有道理。你呀，这身子骨也真是不争气，入宫多年，数次滑胎，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怀上龙种，真是让人忧心呐。母后，解忧还要给您施针呢。让解忧上前来。好。
太后，这是随我入嫁乌孙的国医易硕，也是我的医师，是他传授我针灸之道。太后不必惊慌，这些都是针灸的器具。来，我先给您把脉。太后，可是这只腿疼？啊。等一下，我会在你的足三里和三阴交的穴位下针。下针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，犹如蚊虫叮咬。不过太后不必惊慌，放松就好。哦。下针之后，其实并无疼痛，不知太后有否感知？果真如此，好像疼痛的感觉减轻了一些。我再下一针。不疼吧？纳和雅在，给我拿杯水来。是。进补的汤药，太后可以继续进补。针灸和服药并不冲突。每天早晚2次针灸，每次针灸我会留针半个时辰，10天为一个疗程。相信3个疗程之后，太后的风湿疼痛定能缓解。我以为冒死试1次就可以了，没想到要60次呀！哼，太后这病不能着急，要缓治，每次针灸都能缓解你的疼痛，持之以恒，一定可以根除。言之有理。纳和雅在，赏。不必赏赐了，太后能让我为你针灸，已经是最大的恩赐。我乌孙虽然是小国，但也是礼仪之邦，赏罚分明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应该收下。还不赶快谢恩？谢太后。这是波斯国王去年送我的红玛瑙挂珠，你作为新嫁之妇，带着红玛瑙喜庆。谢太后。解忧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住回宫里吧。谢太后恩典。起来吧。好了，你们也都各自回寝宫吧，我想休息一下。孟后真的好了？还行。哦，那就好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太后？怎么了？疼。哪儿疼？腹痛难忍。快宣太医！宣太医仙骨入内。母后。哎呦，疼！哎呦，臣免礼免礼，快给太后诊病，快！哦。怎么样？回禀昆明，太后乃中了巫术，若3日之内没有解药，恐怕什么？恐怕太后性命难保。太医慎言。针灸乃我大汉医学之瑰宝，岂容你这样诋毁？你还在这胡言，还不向太后谢罪！太后，疼！我早就说过针灸是巫术，没想到你竟然敢谋害太后！一派胡言！都给我闭嘴！太后，太后，母后！皇兄，皇兄，
温贵。温贵将军，将军，温贵，你怎么了？谢谷，臣在。快看温贵怎么了？快！皇兄，我在来都城的路上遇到了匈奴兵的伏击，没事儿，各位放心，我还死不了。皇兄，他们连乌孙王族都敢杀，七次三番的想置我于死地，恐怕他们没有什么干不出来的。温贵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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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了？温贵将军气血虚弱，身上有多处伤痕，肩上还有毒箭。从伤口的肤色来看，的确是匈奴军中惯用的毒液。依臣所见，温贵将军已命悬一线。来人，在！快把温贵扶走！你刚才说太后中了巫术，可有解药？有一种叫做松蕨的草药，只产于匈奴国，非常稀少。知道了，下去。喂，马子，派人去寻找松蕨草，得草者可封侯爷，赏牛羊1000头。喂。左夫人，在。太后奉体欠安。这几天你在寝宫，就不要乱跑了。喂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能踏出宫门半步。虎姑遵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右夫人，你还是回木塔长道吧。侯爷，怎么样了？他没死。你们到底能干什么呀？求侯爷赐死！别脏了我的家！滚！喂。将军，您贸然率3万大军挺进边关，如何上奏皇上啊？放心吧，皇上已经准奏了。乌孙派出杀将戍边，大元也调遣重兵把关，匈奴更是步步紧逼，虎视眈眈。虽然和亲公主和昆弥已经成婚，但边境的局势依旧紧张。这个时候，皇上也是紧绷着一根弦，不敢有任何的疏忽。此时上奏请兵，挺进边关，皇上自然不会驳回奏请。但愿公主
能够福大命大，化险为夷。海将军，回天沙叩见昆弥。想给你们家公主求情啊，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本来我早想把她放回去，可是没想到这次她给太后针灸，使用巫术，害得太后病情加重。如果你真想替她求情的话，别怪我不赦。昆弥，公主一心为太后，不惜拿自己施针，她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加害太后啊？汉朝10万大军现在就集结在玉门关外。如果昆弥执迷不悟，执意要杀公主的话，别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公主一旦出事，10万大军立刻挺进乌孙，后果不言而喻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如果真被我查出太后是被你家公主所害，那我会不惜动用全国的兵力，甚至投靠匈奴，结盟大渊，也要把你们这些汉民杀个片甲不留。宋高。都给我出去！喂。夫人切莫烦躁，昆弥也是一时恼怒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喂。必须拉拢温归，再不拉拢他，就要被他害死了。速速把这封信交给我父王。喂。哦，见过侯爷。侯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信，拿来。这拿来。不要跟左夫人说见到我，明白吗？喂。那个就是右部离王。我猜他是来谈判的。看来到极限的不只是我们。真的要出征了？为了赤骨城，我要去试一试。解忧见过王爷。
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解忧公主是这么个女娃娃。我以乌孙右夫人、大汉和亲公主之名前来和谈，王爷却如此傲慢，这就是你匈奴人的诚意？和谈，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看我5万匈奴大军兵临城下，你那小小的赤谷城，我挥手可破，拿什么跟我和谈？好在我们大单于悲天悯人，放你乌孙一马，快快开城投降。解忧就是要告诉你，赤谷城不会投降的。你说什么？赤谷城不会向任何一个人投降。不过大王要是肯退兵的话，解忧倒是有一份大礼可以送给你。如果不投降，那就没得可谈了。哼，解忧告退。等等，您不是不想和谈吗？本王只是好奇，你要送本王一份什么样的大礼？有可能退兵吗？我领大军至此是为3件事：一，赤谷城投降；二，诛杀谋篡者；三，交出你和常山。做到此3件事，我匈奴大军立刻退兵。王爷的条件解忧明白，只是解忧不知道，王爷攻打赤谷城，你手下的5万精兵还剩几成？小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带兵攻城是折损了些兵将，但对付你那小小的赤谷城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小姑娘，纵然你身后有几千汉军，挡得住本王吗？解忧不才，但数数还是会的。自王爷攻打赤谷城3天以来，手下将士折损不止1万吧。我赤谷城岿然不动，现在又有汉军援助，不知你拿下赤谷城还有几成把握？据本王猜，你赤谷城粮草不过10日，现在还需供给汉军，饭都吃不饱，你拿什么跟本王打仗？而且本王折损兵将，比赤谷城折损的少啊！那个汉将，怀天杀，不就阵亡了？别轻举妄动。为了你城中百姓，还是接受本王的条件为好。王爷的意思是说，解忧要是不答应，您就一定会打进城？那是当然。夫人笑什么？解忧知道，匈奴军队善战，但是我乌孙的健儿和大汉的将士绝不会甘受屠戮。如果你一定要打，即使赤谷城烧成一片焦土，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。也许赤谷城真的会陷落，但是我保证，你得不到一个俘虏，而你的军队会在赤谷城下全军覆没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只够苍鹰和野狼分尸。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匈奴的草原，岂不可悲？不过解忧也不希望这样，所以才会跟大王提出送你一份厚礼。讲。解忧愿意停战，让你们回到匈奴，而且我可以保证，乌孙和大汉的联军绝不从后追赶。夫人，我带大军至此，岂可如此退兵？王爷，您在这赤谷城下消耗着粮草、军器，还有所剩不多的补给，马上就要入冬了。难道您希望您和您的部下在这城外度过寒冷的冬天？大单于的命令，不过是希望借你5万大军的威势，让我乌孙不战而降，交出我刘解忧，而绝不是让你拼光家产，只带我解忧一人回去领命，对吧？只要你肯撤兵，我会让汉军后撤30里，让你们安全地回到匈奴。夫人，倘若我退兵，与大单于处，当如何交代？解忧不会让你空手而回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什么大礼？常山西侯。常山？对。常山多次加害于夫人，夫人你能放他回家？跟我赤谷城相比，常山西侯的命一文不值，你尽可带他回去。好，夫人，你这份大礼，本王收了。王爷深明大义，解忧感激不尽。
但是夫人，本王虽然走了，但大单于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匈奴铁骑便会卷土重来。告诉大单于，我解忧就在这赤虎城中，随时恭候。走。匈奴兵退了！匈奴兵退了！将军，匈奴兵退了！这。退了，真的退兵了。邱夫人成功了。解忧公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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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昆明他，王兄，匈奴退兵了。昆明，狗。殿下，昆明怎么样？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快起来！昆明这么晚来了，是有何事啊？别叫我昆明，叫我文归就好。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。昆
昆弥国事操劳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解忧，你怎么了？你抬起头来看看我，我是温归啊。乌孙国没有温归了，只有乌孙之王温归迷。童仆拜见大单于。童仆，你潜伏乌孙多年，耗尽我无数的人力财力，现在你已经失去所给予的一切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有何话可说？童仆无话可说。要知道，现在的你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童仆知罪，但童仆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讲。童仆既故为单于拿下乌孙，最后功亏一篑，这都是拜刘解忧所赐。刘解忧害我失去了唯一的妹妹，也正是她死守赤谷城，让右谷离王无功而返。所以，童仆愿重返乌孙，替单于杀了解忧，请单于恩准。事成之后，童仆愿以死谢罪。公主，就算要走，又何必走得这么急呢？夜长梦多，既然决定要走，那就今夜走吧。公主，你不想走，你舍不得温归，你怕你改变主意是不是？这块玉佩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温归。公主，马已经备好了，还带了几个亲信的卫士。冯辽，此次反汉路途艰辛，你可以不必跟着我。公主，我若不死，就会一直保护你。我们回家。西女，帮我跟安索克说一声谢谢他。好，再见，保重。
文贵，昆明，你怎么能当着满朝文武突然就跑了？他们说，解忧昨晚连夜就走了，看来是真的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也好，他走了，你就可以一心一意的为乌孙。为什么要逼我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当年我来西域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周围的草木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。不过来的时候我是向西，现在却是向东。路可以往回走，人生却不能重来。来到西域，后悔了吗？若是后悔，这一生有太多的事情要后悔了。如果没有遇见温归，没有暴露玉佩的身世，没有被皇上选为和亲公主，你说的对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也不应该后悔。如果真的要面对的话，我宁可笑着面对。唉，这一路只有我们2个人相伴，是不是有点寂寞？寂寞？怎么会呢？有一位绝佳的伴侣正等着我。绝佳伴侣？粉姑娘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姐姐，你真舍得王子尼吗？妹妹，现在的乌孙是温归的天下，我若是不走，别人岂不是会说我想母凭子贵，把持朝政？再说，我相信温归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的。可是离开了乌孙，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呢？现在还没有打算呢。赤谷城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等你进入大汉疆土之前，我们做个伴儿好不好？正合我意。不过今天天色已经不早，歇息一晚，明日一早再出发可好？好啊。驾！啊！之前2个人恨之入骨，现在这般亲切。哇，女人太可怕了。你这人真奇怪。哪里奇怪了？现在昆明已经不在了，你大可以跟温归成婚，共同治理乌孙。可你倒好，在这个时候偷偷跑回汉地。我不能留下来。难道你不想陪在他身边吗？想。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就可以的。现在乌孙的昆明是温归。如果我是你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抛下一切，在所不惜。再说，昆明都不在了，你还要跟我抢他呀？姐姐，你我已经不是敌人了，可我依然说不过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也只能这样选择。即使心里再疼，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。
没想到我又回来了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经营乌孙和匈奴的关系，眼看就大功告成了，没想到最后却毁在你们手里。为此，我失去了心爱的妹妹，失去了单于对我的信任，所以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。义律，你疯了吧？这是单于的命令，你也敢违抗吗？我义律可以背叛单于，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无辜。好，那我先杀了你。我要替怀天杀报仇！